在一台交换机上，我们如何去配置一个微烂，并且呢，将不同的端口划分到相应的微烂之中去。然后，如果有2台交换机或者更多的设备，我们还要把中间这条线路配置成为干道trunk 链路。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做。首先注意看，我们启动我们的这个ENSP我们已经有一台交换机了，我们再来启动一台。那么这台交换机呢，我应该是什么配置都没有做的好，启动我们先启动它，让它先自己去启动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去连线，先配置4个 PC1、2、3、4个 PC。好了，我们让13呢是一个微烂，24是另外一个微烂，然后我们连线。1呢就连在 switch 1的1口，2呢就连在 switch 2的2口，3呢就连在 switch 2的3口，4呢就连在 switch 4的4口。然后1和2用本来我们说可以用 GE 相连，对吧？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 E0-10 和 ETH0-10相连。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结构图我们叫做拓扑图。那么在这个里边，每一个端口都会有标识都会有标识。然后呢，我们为了证明相同微烂可以通信，不同微烂不可以通信，我们将4个 PC 的这个 IP 地址分别设为 192.168.1. 点几PC1 就是 1.1 PC3 就是 1.3。 好，我们先来设定一下 PC 192.168.1.1 这个子网掩码一定是24位的。网关我们不用设定了，因为我们不涉及到对于别的网段的访问。然后2，那么它的地址就是 192.168.1.2。3 192.168.1.3。4 192.168.1.4。好，4个 PC 我们都设定完成了，然后交换机呢，我想也应该快启动了好了，启动了，这个2个交换机都启动了。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具体配置。首先我们来配一下 SW1 Switch 1 System View， 然后 sysname Switch 1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每次启动一台新的设备以后我们会把这个设备呢给它起个名字这个看着比较舒服至少你看上面这个标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舒服。好，那么在一个设备出厂的时候，运营商或者说厂商他也不知道会给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微烂，所以说呢你要自己去创建微烂，他只会给你个微烂1。那么创建微烂的命令，注意看这儿，创建微烂的命令就是微烂系统模式下微烂多少就可以创建一个微烂。好，我们来先创建一个微烂10，比如在 Switch 1上微烂10 OK， 你这样就进到了微烂10的配置模式下。注意这是微烂102层的一个配置模式下。进到这个配置模式下以后你就其实在这儿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配，然后我们直接 quit 退出去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创建了一个微烂10，然后我们来校验 display 微烂。这个时候你看 VID 就是你的编号，除了1以外还有一个10除了1以外还有一个10，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2个微烂了。对于 Switch 2来说，我什么都没做过， display 微烂，看它只有1，因为出厂的时候就只给1不给别的。后面这个接口我们一会儿再看。好，那你说我这个网络比较大，我的部门比较多，我一定要一下创建好几个微烂怎么办甚至于我要创建好几百个微烂，好几十个微烂，这又该怎么办？你不能让我一个一个去写呀这个有办法，什么呢？系统模式下微烂后面不要直接跟你的微烂编号，要跟什么呢？ batch batch 叫批处理，然后你再写15到
啊15，然后写 to 20，注意15空格 to 20，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批量创建微烂啊 ，BAT 嘛，对吧？批处理工具嘛，批量创建微烂，从编号15到编号20 to 20，就是15、16、17、18、19、20，6个微烂全都创建。如果你写这个15空格20，那么是创建15和20，这个没有到啊，就创建这两个。好，我们来看，我们就写这个了。那么好，我们再来 display VLAN， 这个时候你看10、15、20。好，这个是 Switch 1上是这样创建的。那么我们来看 Switch 2，Switch 2上面 VLAN 我直接 bat 10、15、20。啊，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网络内所有的交换机会拥有的 VLAN 编号是一致的。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Display VLAN， 10、15、20这3个 VLAN。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创建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要创建这个 VLAN。创建完了这个 VLAN 以后，我们可以校验 Display VLAN，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VLAN 创建完了，在交换机上已经分了组了，剩下的事情是什么呢？剩下的事情是将一些端口要么变成访问端口，或者是接入端口，要么变成干道端口，然后划归相应的 VLAN 里边去。那么首先我们来看配置访问端口 Access。对于一个接口来说，如果它变成一个 Access 端口，那么你就要进到这个接口下去。注意 Interface 这个接口，然后这条命令 port link type access， 就是这个端口的类型是 access， 然后归属于哪个 VLAN 呢 ？port default VLAN 多少？把端口添加到 VLAN port default VLAN 多少？这个就是和 VLAN 相关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在我们这儿呢，把1和3我们让它属于 VLAN 10，2和4呢属于 VLAN 20。那么在 Switch 1上 ，Interface ETH Ethernet 0-0-1，注意看这个接口是不是应该属于 VLAN 10那么 Link port Link Type Access。好，然后把它这是首先设定它是一个接入端口，然后把它关联到 VLAN 10 port default VLAN 10，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它关联到 VLAN 10了。Switch 2上的那个3接口也是一样 ，Interface ETH 0-0-3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10，这样子的话，这两个端口就都同属于 VLAN 10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两个端口，这两个端口都应该属于 VLAN 20，Switch 1的0-2和 Switch 2的 ETH 0-4。好，我们现在 Switch 2上，那么我们就 Interface ETH 0-0-4，然后 port Link Type VLAN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20。好，1上面也是一样 ，Interface ETH 0-0-2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20。好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把这4个端口划分标注成了这个访问端口，并且相应的关联了 VLAN。然后我们来看校验，校验这个东西的时候有2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在一个交换机上 display VLAN 回车。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 VLAN 10里边关联了一个 ETH 0-0-1， 20里边关联了一个 ETH 0-0-2。前面有一个标志叫做 UT 是什么？往上翻，看这儿 ，UT 叫做 untagged，
UT 叫做 untagged， 就是通过这个接口出去的 VLAN 10的数据是 untag， 就是标准帧，那么这个接口应该是一个 access。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display， 这个方式比较好，我觉得 port VLAN active。注意看 display port VLAN active 这条命令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ETH0-0-1 链路类型 access 或者叫接口类型 access， 然后 PVID 10，你就是关联了谁 ？access 后边的 PVID 一定是你关联的那个 VLAN， 然后 VLAN list 前面也是 U 冒号10，什么意思？就是说，VLAN 10的数据从这个端口出去是不打标记的 U 等于 untag。下边这个是1022 access VLAN 20，就是它也是个 access， 跟 VLAN 20相关联。好，对于 switch 2来说，我们也来看这个 display port VLAN active。3和4它不是1和2了，那么3关联到了 VLAN 10，而4关联到了 VLAN 20，都是 access。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默认的没有做过配置的端口，它默认的链路类型都是 hybrid， PVID 都是 VLAN 1，VLAN 1是个默认的，而且你删不掉它厂商出厂的时候都有的。好，这个是我们看端口划分 access， 并且添加到 VLAN。那你说添加到 VLAN， 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图里边这个1和3能通吗？当然不行，因为1和3之间要经过中间这个干道 trunk 链路 ，trunk 链路还没做呢。现在1和2能通吗？肯定不行，因为它俩现在已经分属不同的 VLAN 了。我们通过一个ping命令测试一下，ping 192.168.1.2，看这是 R2。PC2 192.168.1.2， 那么我们来看 PC1 去拼 PC2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目标不可达，就是根本不让你访问根本不让你访问，这就是 VLAN 划分完 VLAN 以后，不同的 VLAN 之间不能够进行直接的访问了。好，我们继续。那么在我们的片子上后面给出了配置的验证 ，display VLAN 每个 VLAN 里面会关联哪些接口？我还给了大家另外一个命令 display port VLAN active。好，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配置 trunk 端口。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的端口一定是个 trunk。那么其实大家我想猜也猜得到，进到这个接口上去，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trunk 呢？ port link type 刚才是 access， 现在是 trunk。好，回到我们的这个图里边去，两个交换机的 ETH0-0-10必须是一个 trunk 端口，所以说我们来看 interface 我们先 quit 退出去 interface ETH0-0-10 port link type trunk 两边必须一致，那么一上面 interface ETH0-0-10 port link type trunk 两边都先把它配成 trunk， 然后看这儿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多少，这条命令很多同学会忘掉，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厂商默认就会把所有的 VLAN 都放过去，而对于我们华为的设备来说，一个端口如果启动了，或者说把它变成了一个 trunk 端口以后，那么对于这个端口，除了默认情况下，除了 PVID， 别的 VLAN 一律不允许通过。你必须使用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多少这条命令，才能让其他的 VLAN 信息或者说其他 VLAN 内的数据在你的 trunk 端口上进行通过。不明确的做这种表述 ，trunk 端口除了 PVID 的那个 VLAN 以外，那个 PVID 默认是1嘛，别的一概不让过。所以说在两边都要加这条命令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你在这儿写，其实在我们这儿呢写10
20就可以了，因为15和1我没有用到，1是个 PVID。但是注意，在这儿一般的情况下，在小型的网络里面，我们会写的一个命令是 all 代表什么意思？从1到4094的所有可用微 LAN， 你有我就给你放过去，没有那是你没有，反正有我不拦着就完了。好，两边必须都这么写啊，这个很容易让最开始刚刚学习的这个同学啊忽略掉这个命令。很多刚开始学习的同学都会忽略掉这个命令，发现哎配置完了为什么不行呢？啊，可能是你没有明确的放行这个 VLAN。好，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 display VLAN port VLAN active。好，我们来看 E0-0-10这个端口，它给你写成了 trunk， 然后这一列是 PVID， 那么 PVID 我没有修改过，依然是 PVID 等于1。然后看这儿 VLAN list， 我这儿现在就4个 VLAN，10、15、20，这仨是我创建的，刚才这个1是厂商默认给我的，4个 VLAN 都可以通过。啊，那么对于这4个 VLAN 通过的时候 ，U 代表哪个 VLAN 不打标记，就是标准帧通过1 ，PVID 这个 VLAN 是标准标记通过的，啊，标准帧通过的。这个 T 后面跟的这个编号是什么呢？哪些 VLAN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打上标记。Switch 1也是一样 ，Display Port VLAN Active。啊，这个也是一样，10、15、20、1啊，有打标的，有不打标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两边的这个东西就可以通信了。啊 ，PC1 现在拼 PC2 还不行，因为你要拼 PC2， 你是不同的 VLAN， 肯定是不灵的。啊，那我们来拼 PC3 试试 1.3。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通的。啊，我们来拼 1.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通的。啊，是通的。那么，也就是说 ，VLAN 内的通信完成了。我们拿2去拼一下这个 192.168.1.4， 哎，你看2和4是通的。但是我们要拼3呢，拼 192.168.1.3， 2和3是 unreachable 是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属于不同的 VLAN。我们说24一个，13一个 VLAN。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 trunk 端口，啊，配置验证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hybrid 端口。我们说 hybrid 端口呢，它是以灵活的去打不打标记来完成这个操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它的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怎么配置呢？如果一个端口要配置成 hybrid 端口，假设啊，我随便找一个端口配置一下，然后给大家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不在这儿做这个实验了。Quit Switch 1上 Interface ETH 0-0-20啊，我们随便找一个端口 0-20 这个端口来配置。那么 ETH 0-0-20这个端口呢，我们可以配置成这样啊 Port Link Type Hybrid。这条命令配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Display This 我在当前模式下配置过什么？你会发现啥都没有。默认就是 hybrid， 看到了吧？默认它的模式就是 hybrid， 然后默认 PVID 就是1，默认 VLAN 1不打标签而出。好，所以说 Port Link Type Hybrid 这条命令对于华为的交换机来说啊，这个端口你打不打无所谓，默认就是 hybrid。然后我们说 hybrid 可以灵活的说哪些 VLAN 打标记，哪些 VLAN 不打标记，那么就是 Port Hybrid Target VLAN 10，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端口上 ，VLAN 10是要打标记运行的，就是你 VLAN 10的数据报文必须按照标记帧来完成操作。然后 Port Hybrid Mtag 的 VLAN 20，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 VLAN 20这个 VLAN。啊，在这个端口上是以标准帧是 untag 不打标记来运行的，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 display this 本端口上配了什么？好 ，hybrid tag VLAN 10 ，untag 的 VLAN 20。哎，我们有4个 VLAN，
1、10、15、20。那么你在这儿说了，明确的告诉他 VLAN 10打标记运行 ，VLAN 20不打标记运行，是不是我们可以知道10和20肯定是可以通过这个端口的？那么对于1和15这两个 VLAN 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 Display Port VLAN Active。对于20来说 ，Hybrid 看 PVID 就是 VLAN 1，然后 ANTAG 里边记住 PVID 永远不打标运行，所以说 ANTAG 的组里边有1和20两个 ANTAG VLAN， 而对于 Trunk 来说只能有一个 ANTAG VLAN， 这就是区别。那么 tag 的是10，这里边根本没写15的事儿，所以说 VLAN 15不可能通过这个端口运行下去。也就是说，这个端口不让 VLAN 15来完成通过，这个端口跟 VLAN 15没关系 ，VLAN 15绝对不会用到这个端口。这个就是 Hybrid 的配置，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Display VLAN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Display VLA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Display VLAN 这个就很麻烦了 ，VLAN 10 ANTAG 0-0-1这个是个 Access 链路，然后 Tag 链路10和20，就是 VLAN 10里边如果是要从10传出去，或者从20这两个端口出去，那么都是要打标记运行的。那么对于 VLAN 20来说，你看2肯定是不打标记的，这是一个 Access 端口。VLAN 20ETH 20也是不打标记的，但是 ETH 10通过这个 VLAN 20的数据是要打标记运行的。TG 叫做 Tagged， 叫做打标记运行。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3种这个配置的方式，3种端口的配置方式 ，Access 和 Trunk 这2种端口的配置方式是一定要掌握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配置 ：Interface ETH 0-0-10 ，Display this 这个端口下我们配了什么 ？Port Link Type Trunk。Port Trunk Allow Pass， 你看我刚才在这儿写的是 O， 但是它默认给我写成2to4094。1呢，1是默认的这个 PVID， 所以不在这儿显示。你在这儿写个 O 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个这个 Access 接口来说 ，Display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方式的 Display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 Interface ETH 0-0-1。好，我们来看 ETH 0-0-1下的配置 ，Port Link Access 这是 Access 端口配置，然后 Port Default VLAN 10。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0，那么 Tagged 的 VLAN 多少 ，ANTAG 的 VLAN 多少？没有 Link Type 这个选项了，因为默认端口就是 Hybrid。好了，这3个配置方式端口的配置方式，希望大家能够练习一下，能够记住特别是这2个，一个 Access， 一个 Trunk， 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常用的一个东西。好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张图自己去定义 VLAN 编号。然后自己去规划 IP 地址，比如说你4个设备可以都配成10.1.1.1 172.16等等，你都可以随便配置，然后最终实现的效果是 VLAN 之间不能通信，不能拼通，而 VLAN 内部可以拼通。